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小城大事首播即爆，收视破3%创纪录，赵丽颖、黄晓明演绎农民造成传奇。从荒滩到 GDP 400亿的奇迹，热血奋斗加烟火温情引爆全网，弹幕单日破100万，网友直呼看完想去龙岗打卡。这部开年现象剧用真实细节与时代精神，让80年代奋斗故事照进现实。2026开年现实主义大剧杀疯了。根据温州龙岗农民造成真实历史改编的小城大事，1月10日登陆 CCTV8 与腾讯视频双平台后，直接开启霸屏模式，首播10分钟酷云收视破2%，峰值冲至3.29%。市占率15.12%，连续3天领跑全国收视，全网话题量3天狂揽25.6亿，腾讯视频播放量破2亿，豆瓣4星以上好评占比超80%，用热血奋斗加烟火温情的神仙配置，成为开年首部现象级年代剧，数据疯涨，双平台领跑加原型出圈，全民追更造成传奇。小城大事的热度堪称开局即巅峰，各项数据持续刷新纪录。央视8套首播全程稳居全频道收视榜首，15分钟收视破2.31%，创下2026年央8剧集首播最高纪录。腾讯视频上线即跻身都市类剧集热播榜前3，弹幕互动量单日破100万，二刷找年代细节成为观众自发行为。社交媒体更是全面开花，赵丽颖素颜年代感，黄晓明魔完式热血，朱媛媛一座封神等话题接连霸占微博热搜，抖音相关视频播放量超7.2亿，其中赵丽颖3蹦子巡街，黄晓明万元户集资名场面单条播放均破5000万。更意外的是原型联动效应，剧集开播后龙岗百度指数同比暴涨345%。小红书龙岗打卡攻略笔记量翻倍，不少观众直言看完剧想去龙岗看看这座农民建起的城市。剧情反套路，贪图造成加清洗热血，真实原型太戳心。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剧目，小城大事改编自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城》，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温州龙岗从渔村到镇改市的传奇历程。没有国家财政拨款，全靠农民集资合伙，在一片芦苇荒滩上建起现代化城市。如今龙岗 GDP 已突破400亿元，跻身全国县域发展潜力100强。剧情摒弃传统年代剧的苦大仇深，以清洗加热血的独特调性圈粉。赵丽颖饰演的留法高材生李秋平，带着城市规划图扎根基层，却遭遇卫生整顿难、集资遇阻力等现实难题。黄晓明饰演的基层干部郑德成，用土办法动员群众，依据人民城市人民剑喊出时代强音。两人从理念冲突到并肩破局，既有针锋相对的火花，也有挨在一起干的温情。搭配陈明昊、耿乐等饰演的造成天团，构成堪比《西游记》师徒的群像组合，嬉笑怒骂间尽显奋斗底色。更难得的是细节真实，剧中装电话、跑印刷业务前店后厂、作坊等场景，与龙岗原型创业者的经历高度契合，甚至还原了原型人物当年穿的豹纹裤子，让亲历者直呼像重温青春。奥运冠军陈梦跨界客串的菜刀乒乓名场面，更让严肃的年代剧多了几分趣味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超480万。人设天花板，赵丽颖、黄晓明彻底转型，朱媛媛一座封神。小城大事的演员阵容堪称神仙选角，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，打破观众固有印象。赵丽颖彻底告别甜宠剧套路，素颜出镜演绎基层干部李秋平，扎马尾、穿布艺，其3蹦子巡街的画面充满年代感，面对群众质疑时的坚定眼神，解决问题时的务实态度，完美诠释知识女性加实干家的双重魅力。网友称赞这才是演员该有的转型。黄晓明摆脱油腻标签，饰演充满草根智慧的郑德成，皮肤黝黑，嗓门洪亮，动员集资时的热血激情，
面对困境时的乐观坚韧，把基层干部的烟火气与使命感演活了。一句跟我说，有用尽显担当。朱媛媛在遗作中饰演女企业家高雪梅，从绣花摊主到印刷业先锋，凭借智慧与韧性在商界开拓天地，细腻演绎出女性创业者的飒爽与温柔，成为剧集一大泪点。网友直呼演技封神，意难平。群像出彩，陈明昊饰演的大管家解春来，耿乐饰演的工程迷林东福，于矮磊饰演的规则控谭光明，各有性格短板却同心聚力，构成基层治理的真实图景，无工具人拖后腿。制作诚意拉满，140个实景加年代细节，复刻80年代质感，为还原真实的年代氛围，剧组堪称匠心十足，辗转永安、福州、泉州等5的选景，使用140个场景，搭建6个实景，改造130多个外景，甚至将破旧漏雨的老式电影院修复成可使用的拍摄地，保留2台老式放映机。服化道更是细节控狂喜，李秋平的简约衬衫，郑德成的实用布衣，高雪梅的复古装扮，均贴合人物身份与年代背景。剧中穿插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、金梭和银梭等经典老歌，搭配暖调光影画面，瞬间拉回80年代。这种对年代质感的极致追求，让观众直呼仿佛穿越回父辈青春，也让剧集的人民造成主题更具感染力。破圈意义不只是年代剧，更是奋斗精神的传承。小城大事的爆火，不仅在于还原了一段真实的造城传奇，更在于传递了不认命、敢拼搏的时代精神。它没有刻意拔高英雄，而是聚焦普通人的奋斗，农民、创业者、基层干部，这些平凡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用双手改变命运，建设家园。这种精神跨越时代，引发当代观众的深度共鸣。正如著名导演郭靖宇力荐时所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年代剧该有的样子，每个角色都立得住，值得更多人看到。如今剧集热播正酣，粤海镇的建设之路还将遭遇哪些挑战？李秋平与郑德成能否带领群众实现滩涂变新城的梦想？这些悬念都牵动着观众的心。小城大事开播后的热度，用首播级封神来形容并不夸张。短短3天，话题量突破25亿，这不仅是数据上的漂亮成绩，更是一种全民情绪的集中释放。很多观众原本只是抱着看看央剧的心态点开，却在第1集结束后被牢牢吸住，不是因为狗血冲突，也不是靠刻意制造爽点，而是那种久违的、扎实的现实质感，以及从滩涂到新城的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情感冲击。滩涂造成这一设定，本身就带着时代的厚重感。它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英雄叙事，而是把镜头对准最艰难、最不起眼的起点：泥泞、风沙、资源匮乏、人心犹疑。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建设、谈理想，本身就意味着无数次失败和妥协。小城大事没有急着歌功颂德，而是用大量细节去铺陈过程，一次次会议的拉锯，一次次方案被推翻，一次次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做选择。正是这些慢和笨，让观众看见了真实，也看见了希望是如何一点点被磨出来的。赵丽颖饰演的角色是整部剧情感的核心之一，她身上没有浮夸的光环，更多是一种内敛却坚定的力量。面对质疑，她并非句句铿锵，而是用行动回应。面对压力，她也会犹豫、疲惫，但从未退场。这种人物塑造让很多观众产生强烈共鸣，因为现实中的坚持往往正是如此安静而漫长。赵丽颖的表演没有用力过猛，却在眼神和细节中不断累积情绪，让角色在不知不觉中站稳脚跟。黄晓明的表现同样让人眼前一亮，他不再是单一的主心骨式人物，而是一个在现实利益、人情关系和时代使命之间反复权衡的复杂角色。正是这种不完美，让人物更加立体，也让观众看到了那个年代许多建设者真实的心理状态。两位主演之间的对手戏
不靠煽情台词取胜，而是靠沉默、对事和分歧撑起了戏剧张力。小城大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爆讨论，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触碰到了集体记忆。无论是80、90后，还是更年轻的观众，都能从中看到熟悉的影子、家乡的变化、父辈的选择，那些被时间掩埋却真实存在过的努力。它让人意识到，很多如今习以为常的城市便利，背后其实是无数普通人付出的青春和心血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部剧的成功也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：观众并没有厌倦现实题材，他们厌倦的只是空洞和套路。当创作者愿意沉下心来讲故事，当演员愿意为角色服务而非为标签服务，市场自然会给出回应。25亿话题量并不是偶然，而是观众用讨论投出的认可票。走到结尾，其实小城大事讲的不仅是一座城的诞生，更是一种信念的传递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改变世界的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选择。也希望观众在追剧之余，能多给这样的作品一些耐心，少一点急于下结论的评判。慢慢看，认真看，你会发现，这些看似朴素的故事，往往最有力量。对于赵丽颖、黄晓明以及所有主创而言，这样的热度既是肯定，也是新的起点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也许小城大事最珍贵的地方，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相信，只要有人愿意扎根现实，脚踏泥土，再小的城，也能写出足够大的时代故事。探索心境2完美收官，王一博完成蜕变，用实力证明流量只是起点。1月12日，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的最后2集内容也已经可以在腾讯视频会员观看了。第2季的节目正式收官。在最后2集的节目当中，王一博在北京的攀岩的和教练有一次练习场上的对话。这段对话，很多观众都关注到了王一博对于组建家庭的看法，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。其实，这段对话当中还有另外的几句尤为关键。王一博表示，自己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展现最为真实的自己的，艺人总是要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最好的样子，没有瑕疵，但人谁没有瑕疵呢？这段话说明青年演员王一博正在思考流量艺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。大家需要一个没有瑕疵的明星艺人，但明星艺人首先是作为生命个体出现的，人都是有瑕疵的。因此，明星光环背后本身就是具备一定量的不真实的。一旦演员们面对了这一点，并且开始思考这一点的时候，就已经离真正的顶级实力派不远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只有站在流量艺人最顶峰的时候，才能更好的思考这一点。这就好比是山还没有爬到最顶点呢，就开始思考站在顶点之上的感受了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也只有当人们真正站在顶峰的时候，才能实现另一种人生思考。显然，王一博通过曾经的多部作品，已经站在了流量的最顶峰上，他已经可以坐下来思考这件事情了。继而，站在流量顶峰之后，善于思考并且努力进取的流量艺人们就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作品、自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了。明星艺人开始回归真正的演员行为主体，而演员最为真实的状态，首先便是以生命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。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有瑕疵的，有缺点的。而流量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，则恰好是拒绝瑕疵与缺点的。一旦艺人思考这些，就会重新定位自己。定位之后的结果便是和粉丝们坦诚相见，敢于展示自己的瑕疵与缺点，并且不必打造自己的完美无瑕了。这个时候，艺人和粉丝们反倒是都处于了轻松的状态。比如说，在探索心境2当中，王一博虽然有巨大的流量，但他却并不去打造自己的粉丝形象了，反倒是敢于把自己的很多瑕疵与缺点呈现出来了。这些坦诚呈现，
不但没有丢失粉丝，反倒是引发了更多的粉丝信任感。比如说，在最后的2集内容当中，教练和当下老乡买菜，说要准备一下晚饭4财。这个时候，王一博并未呈现积极主动的样子，没有像一些自来熟的朋友那样帮着教练买菜付款，跟教练说自己也善于做饭等等。相反，王一博表示自己在买菜和做饭方面都不再行。在付款的时候，王一博也是站在旁边看着，没有帮忙。我们一般人教育自家孩子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说了，你们要在类似的环节当中表演出一种会来事儿的状态来，要帮着对方积极付款。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是这么被父母教育的，我小时候也没少受这种教育。我们可以把这种教育称之为递烟雨倒酒的教育、讨好式教育、表演好人式教育。但是我也是因为这种教育，最终自己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也不必表演出好人样子来。我们回到探索心境2当中来，王一博的状态让人喜欢，就是因为他不去表演这种老好人的状态，而是呈现最为真实的自己。不擅长买菜和做饭，就是不擅长，不必隐藏起来。教练买个菜还是买得起的，不必自己去帮着付费。如果谁真的处于贫困线上，真的买不起菜，那才是需要自己悄悄出来帮忙的。真帮忙，而不表演是帮忙，这才是真我之境。王一博已经找到了这种真我的状态，带着这种状态回到影视拍摄工作当中来，他就会出现一次演技上更大的提升了。早前在《无名》等作品当中，王一博已经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表演层次，接下来在更多的优秀作品当中，他应该会有更为精准与丰富的表演内容了。演员不伪装，不做作，不矫情，展现真我，外加上有流量助力，那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。用这些作品和观众实现对话，演员必然实现一次华丽的蜕变。探索心境2走到收官这一刻，回头再看王一博在节目中的表现，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档简单的体验式综艺，而更像是一段被完整记录下来的成长轨迹。从最初的克制、沉默，到后来逐渐敞开的表达与行动力的释放，他在一次次真实的挑战中，把流量这个外界反复提及的标签，慢慢放在了身后。节目之所以耐看，并不在于多么刺激的剪辑，而在于它让观众看到一个公众人物如何在高强度注视之下，仍然选择对自我负责，对热爱负责。在探索心境2中，王一博并没有刻意塑造完美人设，他会疲惫，会犹豫，会在面对未知时显得谨慎，但正是这种真实，让他的每一次坚持都显得格外有分量。很多观众感受到的变化，并非来自某一个高光瞬间，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累积，在艰难环境下的专注，在体力与心理双重消耗中的冷静，在面对风险时对规则和安全的敬畏。这些细节让人看到，所谓实力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长期选择的结果。节目也无形中回应了外界对顶流的质疑。在娱乐行业节奏越来越快，评价体系越来越单一的当下，流量往往被视为目的，而不是工具。但王一博在探索心境2中的状态，恰恰证明了另一种可能：流量可以成为入口，却不必成为终点。当他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任务、突破自我上时，热度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。观众愿意追看，不是因为他是谁，而是因为他在做什么、怎么做。更难得的是，这种蜕变并不张扬。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表达方式，不强化，不渲染情绪，把更多空间留给环境本身。这种慢的气质，在如今追求及时反馈的娱乐环境中显得尤为稀缺，却也正是探索心境2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它让观众意识到，成长并不一定轰轰烈烈，真正重要的改变，往往发生在无人喝彩的时刻。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探索心境2的收官，
并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更像一次阶段性的确认。他确认了王一博正在走的一条路，不急于消耗自己，不用作品数量证明存在感，而是通过一次次扎实的选择，慢慢拓宽边界。这种选择，短期内或许不够热闹，却为未来留下了更大的可能性。对观众而言，这档节目同样提供了一种启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或许也常被外界标签定义，被速度和比较裹挟。但王一博在节目中的状态提醒我们，真正值得投入的是那些能让自己持续成长的事情。不必急着被看见，也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只要方向清晰，脚步踏实，时间终会给出回应。当探索心境2落下帷幕，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冒险的记忆，更是一种关于如何面对自我的示范。希望观众在为王一博的蜕变感到欣慰的同时，也能从中获得力量，在属于自己的生活里勇敢探索，耐心积累，把每一个当下走稳。因为无论是在镜头前，还是在现实中，真正的成长永远来自对热爱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坚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